远东一片坐拥堪比小大陆辽阔疆域和令人垂涎的自然资源的聚宝盆，这里是让全世界各国垂涎三尺的资源宝库，也是全球范围内少有还停留在试探性开发的区域。只不过受限于种种原因，俄罗斯无力单独对其开发。放眼亚太圈子，目前有能力且有便捷对其投资开发的，似乎也只有中国。但现实却是，中国的投资极少染指俄罗斯远东。那么俄罗斯为何宁愿让它沉睡，也不愿敞开怀抱，让近邻中国这个基建狂魔加投资大户来帮忙开发？站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岸边朝内陆望去，眼前展开的是一片让人眩晕的辽阔，6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足足比印度大一圈。这里便是远东，占据了俄罗斯4成国土的辽阔区域。如果把远东的面积换算到中国地图，相当于从东北到云贵高原的疆域全铺开，再放大2倍，这就是俄罗斯远东的体量。可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呢，拢共才60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 1.3 个活人。走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郊外，开车半小时见不到一缕炊烟是常事。但这片无人区的脚下，偏偏踩着让全世界眼红的宝藏。硬邦邦的表层泥土底下，埋着的是俄罗斯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往北走到马加丹州，岩层里切着闪闪发光的经脉。这里的黄金产量曾经撑起苏联1/3的国库，现在仍是淘金者梦里都在念叨的天堂。更别说那些藏在勘察加火山灰里的木矿、铂金矿、钨矿，随便挖一铲子都可能改变国际金属市场的价格曲线。再看地表和海疆，连绵的原始森林从黑龙江对岸一直铺到白令海峡，这里的木材储量足够给全人类每人打一套实木家具。鄂霍次克海的海面下是丰富的帝王蟹、鲑鱼群栖息地，远东的渔获量常年占俄罗斯的70%以上。俄罗斯远东几乎可以与资源丰富划等号，这块地方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典范，资源多的让人眼红。但如此天赐的财富，如今却被锁在严酷的自然保险箱里。俄罗斯自己端着这金饭碗，却常常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是为何？首先，老天爷给远东设置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这里的冬天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零下50度是家常便饭，绝不是夸张，极端的时候能给你干到零下70度。更让人头疼的是，这片广袤的土地很大一部分下面埋着的不是普通的泥土岩石，而是厚厚的硬邦邦的永久冻土。这玩意儿就像是大自然给土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冷的混凝土，想在上面修条路、架座桥、盖个工厂，成本嗖嗖的往上飙，比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干同样的活贵上好几倍都不止。而且这冻土它还不老实，会随着季节变化膨胀收缩，今天修好的路，明天可能就给你鼓个包或者裂条缝，维护起来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再说这距离，那真是远的让人绝望。从远东的心脏地带到莫斯科，直线距离就7000多公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从北京飞到伦敦。连接这头与那头的生命线，主要就是靠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承载了远东物资进出的绝大部分压力，早就超负荷运转。运点东西时间长，成本高不说，还特别容易受天气影响，一遇到大雪大风，整个物流链都可能瘫痪。虽然俄罗斯政府这些年一直喊着要升级改造这条铁路，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东方多边形计划，要把运力提升到 2.7 亿吨，但这么大的工程，设计资金、技术、恶劣环境下的施工困难重重，进展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快。至于海运，远东的海岸线倒是漫长，但大部分港口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处于冰冻期，能用的良港屈指可数。像海参崴这样相对条件好的港口就显得尤为珍贵，但也压力山大。最近几年，俄罗斯大力宣传的北极航道确实是个充满潜力的黄金水道，理论上能大大缩短欧亚之间的航程，但现实是这条航线依然面临极寒气候、海冰、导航设备不足、破冰船短缺以及高昂的保障成本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要想实现全年稳定通航，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通道，还需要投入难以想象的天量资金和技术力量去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现代化的造船中心，提升卫星导航和通信能力，打造应急救援体系等等。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第二大难题就是人。远东这么大块地方，占俄罗斯国土面积的 40% 以上，但人口却只有可怜的800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 5%， 平均下来每平方公里不到2个人，真正的地广人稀到了极致。更糟心的是，人不仅少，还在不停地往外跑。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留在这冰天雪地，感觉像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他们用脚投票，纷纷奔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或者更大的城市，去追寻更好的工作机会、更温暖的气候、更便利的生活条件。政府当然也着急，想方设法搞点土地补贴、就业激励政策，比如著名的1公顷计划，给愿意搬到远东的俄罗斯公民免费发1公顷地。可这些措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吸引力实在有限。试想一下，给你一块冻土上的地，让你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搞开发，这福利有多少人真愿意去领？结果就是远东地区的人口流失像个止不住的血口子，
每年以10几万甚至20万的速度在减少，每年都在搬空一座中等城市。没人，再好的资源也只能沉睡在地下，再宏伟的计划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且人口持续外流，还导致教育、医疗、科技等社会服务也跟着衰退，形成恶性循环，让远东对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第三大拦路虎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的软环境问题。说白了，就是投资和发展的整体氛围不行。远东基础设施落后是硬伤，很多地方的公路、电网、通信等等还停留在上世纪水平。这种条件，别说发展高端制造业了，就是普通企业想稳定运行都困难重重。种种因素交织下，就造成了如今这副远东无人开发的景象。那么既然俄罗斯自己无力开发，为何不把投资机会交给中国，实现两国共赢？对远东这块地方，俄罗斯自己也是挣扎的、矛盾的。这一块占其国土 40% 以上的冻土金矿，明明靠自家力量啃不动，却又死死捂在怀里，不肯让邻居搭把手。这种别扭劲儿，得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看。历史层面上来说，就是对中国不放心。翻开远东地图，地名里藏着半部中俄关系史，海参崴、伯利、海兰泡，这些曾属于中国的故土，在俄罗斯人眼中既是开疆拓土的勋章，又是可能被讨债的隐忧。沙俄时代用哥萨克马刀划下的疆界，苏联时期升级为军事禁区，弗拉迪沃斯托克直到1992年才对外国人开放。这种军事缓冲区的定位，让远东在俄罗斯决策层心里从来不是普通领土，而是需要重兵把守的保险箱，哪怕今天中俄称兄道弟。现实角度考虑，俄罗斯同样担心中国借着开发远东机会染指此地。远东距离莫斯科这么远，万一被中国资本喂饱了，会不会闹分家？这种担忧真不是瞎琢磨。远东人口流失的像破了洞的水桶，1991年到现在跑了120多万人，留下的平均年龄直奔50岁。反观黑龙江对岸，中国东北再南有近亿人口撑着。俄罗斯官员私下算过账，假如放中国工人进来搞基建，按中国速度10年就能迁入100万级人口。到时候远东街头汉语招牌比俄语多，议会里冒出几个清华派议员，莫斯科还怎么遥控？所以有俄媒说的直白，让远东穷着反而安全，穷地方才听话。不过俄罗斯的固执近些年明显有着松动迹象，俄乌冲突像盆冷水浇醒了莫斯科，原来欧洲市场说没就没，原来德国机器能一夜断供。现在俄罗斯海关数据很诚实，远东对华出口3年涨了4倍，中国设备占远东新开工项目的70%。连最顽固的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都改了口风，要区分威胁和机遇。于是我们看到微妙转变，海参崴港对中国开放，内贸中转，黑瞎子岛开始建跨境自贸仓库，甚至中俄警车开始在黑龙江大桥联合巡逻。说到底，俄罗斯对远东的心结就像守着传家宝的没落地主，明知自己没力气挖宝，又怕请来的帮手把宝贝顺走。可当加利米刚快见底时，攥紧宝箱的手总会松一松。如今的俄罗斯格外矛盾，一方面面对西方围堵，他不得不更加重视远东。近期普京政府甚至一口气在远东划了5大超前发展区，祭出10年关税、法律保障等超优惠措施，试图吸引投资。但另一方面，历史的包袱、安全的焦虑和对影响力丧失的恐惧，如同无形的枷锁，让其在对中国开放的问题上始终踟蹰不前，顾虑重重。远东这块冻土带上的金矿，何时才能真正被唤醒？或许只有当俄罗斯真正克服了内心的障碍，找到一条既能保障主权安全，又能有效建立发展的平衡之道时，这里才能迎来真正的繁华。眼看着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又出现了激烈的争端，有分析人士预测称，再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有可能会变成第2个乌克兰了。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一直控制着南千岛群岛不愿让步呢？日本为了拿回南千岛群岛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现在日俄两国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普茨茅斯合约。在这份合约当中，俄罗斯将南千岛群岛直接让给了日本。但是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了对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领土要求。当时的千岛群岛处于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根本无力向苏联讨要这一部分的领土。慢慢的，对于这一片领土，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按理来说，关于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权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因为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本质上也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原来南千岛群岛一直都由苏联占领，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一部分领土自然也被移交到了俄罗斯的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南千岛群岛上的居民也大多为俄罗斯族，岛上的居民无论是从文化语言还是从生活习惯上来讲，都更加亲近于俄罗斯。而且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所谓的主权要求依据的不过只是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条约。
但日俄战争本身又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日本人在占领南千岛群岛的时候，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理。曾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苏联在对待南千岛群岛问题时也表现得格外强硬。因为这一部分的领土争议，苏联政府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都没有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面对强大的苏联人，日本也只能硬生生地咽下了一口恶气。因为日本的军力和国力跟苏联完全不在等级上，他们根本没有胆子像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去招惹苏联。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快速下滑，这就让日本看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于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政客又将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在本世纪之初，为了与欧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俄罗斯对于日本政府和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日本之所以会选择在冷战结束之后跳出来向俄罗斯就领土问题发难，它的背后必然有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为其撑腰。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平和一些，也是为了向欧美各国示好。但到了2012年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个时候，俄罗斯便一改之前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日本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就在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南千岛群岛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如果日本人对此不满，可以去切腹自尽。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嘲讽日本称，他们故意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故事从记忆中抹去，这其实只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顺从和恐惧。而就在1月3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了一番演讲。在岸田文雄的演讲当中，他表示日本政府未来不排除会与俄罗斯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岸田文雄并不排斥与俄罗斯政府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展开谈判。但同时，岸田文雄又强调称，日本未来也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在这里所说的制裁，是日本在俄乌冲突之后跟着美国一起发起的对俄制裁。也就是说，日本是否要解除对俄制裁，其决定权并不在于日本的手中，而在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岸田文雄的这一言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位评论员直言不讳地对其讽刺道：目前岸田文雄深陷黑金政治丑闻，如今却又想着拿南千岛群岛问题来做文章，他的行为实在是秃子拿梳子。梅德韦杰夫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评论道，南千岛群岛并不存在任何争议，那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人对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也根本不感兴趣。当地时间1月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远东地区。在视察的过程当中，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未来准备将南千岛群岛开发成旅游区域。而且普京也强调，未来自己一定会到访南千岛群岛。普京的这番言论立刻就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但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与日本过多纠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依然被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夺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如果想实现自己对南千岛群岛的野心，也只能够寄希望于未来了。但未来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坎坷与荆棘，甚至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再这样下去，日本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明白，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对俄罗斯发难，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正所谓虎老雄威在，不管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有着怎样的图谋，他们大概率只能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向俄罗斯施压。毕竟俄罗斯的手上还留有苏联时期制造的大批核弹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直接向南千岛群岛做出强硬举措，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强硬军事报复。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想必日本政府的高层政客也是看得很清楚的。1月30号，梅德韦杰夫再次宣布，未来俄罗斯极有可能在南千岛群岛地区部署新武器。这一做法相当于直接终结了日本政府对于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幻想。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北亚的一系列事件看似是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美国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俄罗斯宣布在南千岛群岛上部署新武器，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日本，其真正要针对的目标恰恰是站在日本背后一直操纵着局势的美国。而从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美国大概率是不愿意直接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代价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日本自然也难以承受。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对于南千岛群岛的控制。况且，那里如今已经被完全俄罗斯化了。就算今天日本能够用武力手段将南千岛群岛夺过来，想要对其进行开发和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如今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拿回南千岛群岛，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正式口号。日本的政客们之所以会不断强调这个目标，本质上也是想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为自己所在的政党捞取选票而已。因为日本想要趁现在拿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他们既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治理能力。另外，此前俄罗斯政府曾经放出消息称，他们准备邀请中国加入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计划。虽然中国方面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但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对于千岛群岛的控制权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日本在世界近代史上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在东北亚地区占据一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本质上还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造就了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日本只不过是一个罪尔小国，其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大到足以令中俄两国心惊胆战的地步。如今的日本只不过是回到了历史中他们本来的位置上而已。而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影响力的迅速衰落，南千岛群岛问题最终也必然会随着日本的妥协和让步而告终。这个本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被炒作起来的话题，最终也必会因为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迎来终结的时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政治口号喊得再怎么响亮，一旦失去了实力的支撑，所有的目标都将沦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